中国在30马赫风洞测试空天飞机子母机，美国人会不会睡不着觉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少。近日，央视原本要公开中国刚刚验收的 JF-22风洞，结果意外地曝光了正在试验的空天飞机的模型。美国战区专栏声称 ，JF-22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高超音速风洞。它最高可以模拟30马赫的飞行条件，这就为中国研制从机场起飞和降落的空天飞机创造了条件。央视公开的画面显示 ，JF-22风洞正在模拟空天飞机母机模型与航天飞机模型的分离测试。央视同期曝光的还有一款谐爆震发动机，据称是空天飞机的动力方案。中国这次公开的空天飞机的母机采用飞镖型的三角翼两级入轨系统，由一架母机平台以背部的航天飞机所组成。该母机首先将航天器运送到非常高的高度，然后由航天器利用自己的火箭发动机进入太空。与采用运载火箭发射航天飞机的方案不同，空天飞机的母机能够在传统的机场跑道上起飞和降落。它采用先进的高速吸气式喷气发动机驱动，这种喷气式的发动机可能包括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爆震发动机在内的组合动力系统。这种2级入轨系统所面临的一大障碍就是母机与子机是否能够安全分离，因为飞行平台在高空高超音速条件下将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气动干扰。如果没有这样的高超音速风洞，那么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相关的实验任务的。如果中国建造了同款的空天飞机，那么它在发射有效载荷时将拥有特殊的好处。第一，空天往返飞行器的运输成本非常低。JF-22风洞项目的负责人在2021年向央视等媒体表示，2级入轨的概念可以将卫星和航天器的发射成本降低90%。因为这种发射方式，每个子集都可以重复使用。目前，马斯克的星链公司所用的火箭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是也仅限于其基础级。即使是这样，其卫星发射成本也低得没有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的子母机方案一旦研发成功，那么发射卫星的成本将趋于白菜化。第二，发射准备的时间非常短，使用相当灵活，可以快速反应，更好地适应战争的需要。与传统的运载火箭相比，高超音速的子母机的主要好处是增加了灵活性和不可预测性。母机的升空不需要在卫星发射中心进行，找一个跑道比较长的机场就能操作。这与过去发射一枚火箭要准备几十天时间，要将部分载荷不远万里地运往卫星发射中心组装的情况完全不同。一旦战争爆发，就需要快速地补射卫星，而空天子母机就可以在卫星发射中心被摧毁的情况下安全运作，从而构建起太空优势。这是打赢未来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发展自己的空天飞机具有极大的军事价值。第三，如果中国利用空天飞机执行远程情报监视、侦察或打击任务，以及执行太空作战任务，将是一种非对称的打击手段。第四，从民用的角度来看，有了这种飞行平台，开发太空商业运输和旅游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前景。过去能够进入太空的往往是职业的航天员，以后有了空天飞机子母机，那么运输成本将大幅度下降，甚至普通旅客乘坐这种高超音速飞行器的体验与平时乘坐飞机的差距并不特别大。这就为未来开发近地旅游和地月空间的旅游打下了基础。当然，更让美国人睡不着觉的是 JF-22风洞将给中国研发高超音速导弹带来新的优势。美国国防情报局首席科学家保罗·费莱斯勒表示，虽然中国和俄罗斯都进行了多次成功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测试，并部署了作战系统，
但中国在基础设施的支持和系统数量方面都领先于俄罗斯。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通过密集而集中的投资、开发、测试和部署，极大地推进了带有常规弹头和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及其能力的发展。美国参联会的副主席海顿上将也表示，中国在过去5年中进行了数百次高超音速试验，而美国仅进行了9次。不管美国人怎么看，这 F-22风洞都会帮助中国奠定在发展高超音速导弹和空天飞机方面的优势，而且中国研制空天飞机子母机方案应该是认真的。由于美国人在风洞技术上已经落后中国20到30年，以后想追可能都追不上。